你一饿，不一定是想吃东西，而是那个小时候被冷落的小孩在呼救。你有没有这样的夜晚，明明肚子不饿，但就是想吃东西，于是打开外卖平台一个接一个的看，冰箱里的零食一包接着一包的开，但你在吃的同时又在心里悔恨，为什么又控制不住？可奇怪的是，当你吃下去的那一刻，好像真的舒服了一点，但是下一秒，你的内心又开始自责，其实并不是你的胃饿了，而是你内心被压抑太久的情绪被自己忽略了。很多人以为控制不住食欲是自制力差，但在心理学上，这其实有个专属的名词，叫做情绪性进食。当我们感到焦虑、孤独、委屈、空虚的时候，大脑会下意识地用吃来转移我们的情绪，获得安慰。研究显示，有超过一半的人在压力大的时候会吃得更多，尤其是甜品、油炸的、热量高的食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东西能瞬间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，那种让人暂时幸福的化学物质。在吃完那一口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的大脑，谢谢你，我终于感到了安慰。但那种带给大脑的安慰只会维持几分钟，你内心的情绪依旧没有得到解决，你的胃就成了你情绪的垃圾桶。你以为自己只是嘴馋，其实你只是太累了，太多的话憋在心里，太多的情绪找不到出口。有人因为压力大去吃东西，有人因为内心孤单去吃东西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减肥5年，每次都失败，直到他有天哭着跟我说，我不是管不住嘴，是没有人在意我，只有在每次吃东西的时候，我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。这句话其实特别典型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吃的那一口食物根本不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，而是为了确认我还活着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情绪低落时，最想吃的往往是童年的味道，妈妈做的饭，小时候的零食，因为那一刻你不是在吃东西，而是在找失去的安全感。在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情感功能错位，意思是你把食物当成了情感的载体。这种情况很多都来自家庭，比如父母从来不会对我们说我爱你，但会说吃饭了吗？你难过时，他们不会安慰你，只会说来吃点东西。他们爱你却不会表达，于是你从小就在脑子里埋下了这个概念，吃等于被关心、被安慰。久而久之，当你受伤、孤单、焦虑时，身体就会自动触发这个条件反射。你一饿，不一定是想吃东西，而是那个小时候被冷落的小孩在呼救。所以不要再骂自己贪吃，那口食物其实是你正在治愈自己的委屈。还有这一类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，从小被要求要懂事的孩子，他们不允许哭，不允许生气，你一旦表达需求就会被骂不听话、不懂事，于是你学会了沉默，学会了压抑。但情绪不会从我们大脑里流失，他们只会换个地方出来。有的人会暴哭，有的人会暴食。你以为自己是在报复身体，其实你只是在补偿自己的情感。那些没有哭出来的眼泪，没有说出口的愤怒，全都在一顿顿深夜的外卖里被一点点的吃了下去。这可不是玄学，是真的有生理依据。当你压力大的时候，身体就会分泌皮质醇，这种激素会刺激你想吃高糖高脂的食物。短期内它能让你平静一点，但长期下来，在你的大脑里就会形成情绪等于食物的习惯回路。你每一次难过都想吃，每一次吃完又难过，于是食物成了你和情绪之间的循环牢笼。方法一，停1秒。下次当你想吃东西时，先别急着动手，先问自己一句：我饿了吗？如果不是，那可能只是你的情绪饿了。闭上眼睛，感受身体的信号，是你的胃在叫，还是你的情绪在叫？如果是后者，告诉自己没关系，这次我不靠吃来解决。方法2，给情绪一个出口。我们总被教育要坚强，但压抑情绪不是坚强。你可以写日记，可以哭，可以出去散步，可以去洗个澡。当你允许自己去感受悲伤，那份吃东西的冲动会自然减弱。有时不是食物让你舒服，而是你的内心终于被自己理解了。方法3，重建爱的方式。学会从别的地方获得能量，和朋友多聊聊天，晒晒太阳，拥抱宠物，运动流汗，这些行为也能分泌多巴胺，但不会伤害你。试着对自己说一句：我值得被好好的对待，哪怕不靠食物也行。你看，其实控制不住食欲从来不是你的错，只是你太久没有被安慰。下次当那股冲动又来的时候，不要急着责备自己，也许坐下来深呼吸一下，对自己说：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没有关系，我在。你要记得，食物只是食物，但你可以学会用理解、用温柔，慢慢治愈那个总想吃东西的小小的自己。好了，这期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，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咱们下期再见。